西游记第69回，新主夜间修药物，君王言上论妖邪。孙悟空夸下海口，要用悬丝诊脉的手段给朱子国的国王治病啊，可他有这个本领吗？要说有啊，还真有。只见他手里捏着丝线，拧着眉头，仔细地在判断病情。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竟然诊断出国王是因为惊恐忧思，得了一种双鸟失群之症。国王听罢，内心欢喜。这位孙长老虽然长得是磕碜了点，可是本领却十分了得呀。因为国王就是因为思念自己的妻子，相思成疾才得了病呀。既然诊断出了病症，那就赶紧开药方吧。面对国王的请求，孙悟空却笑而不语。他呀，要等晚上再和自己的师弟一起炮制药丸。至于这药方啊，那是秘密，可不能外传呐。为什么不能告诉国王药方呢？那是因为呀，国王要是知道了这个药方，非得气死不可。只见当天夜里，孙悟空先是让八戒取来1两大黄，又让沙僧拿过来1两巴豆，将两者混在一起。要说这大黄巴豆可都是用来通便的神奇药物啊，吃了以后啊，那要频繁的上厕所呀。一个面色枯黄的人用这样的猛药，那可真是要了命啊。这还不算完呢，孙悟空又找来了半盏锅底灰，半盏白龙马的马尿，和大黄巴豆混在一起，做成了3个大药丸，并给这个药丸取名叫做乌金丸。第二天，在国王吃乌金丸之前啊，孙悟空又特地请来了东海龙王敖广，让他搓了搓鼻涕，吐了几口口水。这鼻涕口水就像下雨一样掉在了地上。孙悟空给这些雨水起名叫做无根水，就着乌金丸就让国王一起吃下去了。俗话说呀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孙悟空炮制的药物虽然听起来是比较恶心，但是挺管用啊。国王吃罢药丸，不一会儿的功夫，真是精神抖擞，气血调和，他就好了。国王的性命转危为安，心情大为畅快，就专门举办了一个 party 来请唐僧师徒4人大快朵颐。而在酒桌上啊，国王与孙悟空把酒言欢，酒过3巡之后，就拉开了话匣子，说出了自己得病的缘由。原来呀，3年前的端阳节，国王正和王后在御花园中解粽插艾，看斗龙舟呢。突然一阵妖风吹过，空中飞来了一个大妖怪。这妖怪呀，自称叫做赛太岁，在麒麟山谢志洞居住。这次来到朱子国呀，就是听说王后辱骂过人，专门来抓人的。说罢，王后便被这妖怪给抓去了。国王惊吓过度，从此啊一病不起。这国王正说着呢，抬头一看，妖怪居然已经来到了众人头上。孙悟空看了看妖怪，这一场大战就是不得不发了呀。有句俗话说得好，叫做医病不医命，救人先救心。说的就是很多病症的病根儿是在心上，而想要真正的斩草除根，把病治好，其实是要救心。表面上看，孙悟空治好了国王的病，但是心病未除，国王迟早还是要旧病复发的。现在面对着妖怪，正好是好人做到底，送佛送到西的机会啊。那孙悟空和这妖怪又会有怎样的故事呢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